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我们这个系列呢给大家说西游记。前两天呢我们说了唐僧和孙悟空，就是我们传统当中认识的唐僧和孙悟空啊，其实和西游记原著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那么这些人物里头差别最大的就是今天我们说这个猪八戒。猪八戒是什么形象呢？其实不用我在这说，你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憨头憨脑的，有点可爱的，好吃懒做的，贪财好色的，好像也没多大能耐。有人说你看这个观音菩萨给这个猪八戒起这个法号猪无能，你听着挺有意思，猪无能不就猪无能吗？说他也没多大本事。其实啊，真实的猪八戒可不是没本事，他不仅有本事，而且他是带着一个很大的秘密混到取经队伍里边来的，甚至他来的时候整个的状态和潜伏里的余则成是很像。首先在这给大伙说说这个西游记原著里的猪八戒和电视剧里的动画片里的他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呢？你比方咱们说猪八戒好吃懒做吗？不是。猪八戒在取经路上啊，没功劳也有苦劳。他取经路上的担子呀，都是猪八戒挑的。有人说不对，电视剧里这猪八戒就扛个耙子往前跑，那是沙僧挑担子。那是电视剧为了体现沙和尚任劳任怨，体现猪八戒好吃懒做，给猪八戒栽赃。原著里怎么写的？不对，沙僧牵着马，孙悟空在头里跑，他得关帝廖阵往前看当暗哨。这边是猪八戒挑担子，就是这哥几个的行李啊，那什么渡牒文书啊，袈裟禅杖，那都是猪八戒挑着呢，搁那耙子挑着呢。所以猪八戒绝非好吃懒做，那担子都他是一个人担。再一个，有人说猪八戒没能耐，那可不对。咱们看高老庄这一折，孙悟空收猪八戒，俩人打到什么程度？从黄昏时分打到天亮，就打了一宿。说最后是打不动了，猪八戒体力不支，他能耐没孙悟空大，可是跟孙悟空打一宿，这能耐小吗？真有参照物啊！你看孙悟空在那个封齐天大圣，玉皇大帝派兵下来镇压，哪吒厉害不厉害？哪吒跟孙悟空打了多少？打了5、60个回合，让孙悟空给打败。你这么算，猪八戒能耐起码不比哪吒小吧？猪八戒在天上是干嘛？天蓬元帅，管10万水军呢，那是很有能耐的。所以说猪八戒没能耐，这是胡说八道。再咱说猪八戒长相，咱们一想猪八戒长相什么圆头圆脑的，这是一个卡通版的小猪形象，有点像那什么小猪麦兜，什么和那差不多。还有人给编歌，什么天上掉下个猪八戒，说什么八戒八戒长相可爱，肥头大耳，心肠不坏，给编了这么歌。那猪八戒是不是这长相呢？不是。西游记原著里写的很分明，就借助这个猪八戒老丈人，就高小姐他爹，说这个人呢，他原来那形啊还能接受，他一现原形坏了，大长嘴，长耳朵，后脑还有一绺鬃毛，这是啥？这是野猪。猪八戒就长那样。而且高老庄这段故事呢，西游记原著里还有那么一段，就猪八戒说过，说高翠兰高小姐是他原配夫人吗？不是，这西游记原著里写的，这原配夫人跟他呢过了1年就死了。说原配夫人叫什么？叫栾二姐。他俩住在哪儿呢？住在云栈洞。猪八戒背媳妇咱都知道吧，要把孙悟空背哪儿去？背到云栈洞去。那云栈洞就猪八戒老巢，原先跟栾二姐结婚的地方，后来取经走了之后，孙悟空还把这云栈洞一把火把地方给烧了。说这栾二姐何许人也呢？有人说跟猪八戒能结婚，还在这一块过那么长时间，找个很偏僻洞，这也得是个妖精。
说卵二姐，顾名思义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蛋。有人说这个蛋孵的就1个月这怎么能成妖精呢？这不是一般的蛋，什么蛋呢？凤凰卵。凤是公的，凰是母的，也就是说这凰下的蛋。中国的神话体系里对这个凤凰卵有特别的描述。这凤凰卵呢，孵出来的可不见得是小凤凰，孔雀、大鹏，就这类厉害的鸟，凤凰卵都能孵出来。如来佛祖封孔雀大明王为佛母是怎么回事呢？就如来佛祖在山顶上修炼，7749天，马上要成了，到第46天头上，孔雀从空中飞过来了。这孔雀一看如来佛祖，以为是个食物，一张嘴把吃肚里去了。佛祖正闭关呢，没法动啊，在孔雀大明王肚子里待了3天，最后要出来，说从哪儿出来呢？破背而出吧，这才有孔雀开屏。孔雀开屏就这么来的。你在人家肚里当3天，尊称孔雀大明王为佛母。他这凤凰卵孵出个孔雀，那边2个卵孵出个大鹏鸟来。这大鹏鸟呢和这个孔雀呢，这算是姐弟俩。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西游记》里狮驼国3怪里头呢，金翅大鹏鸟指着孙悟空，你休要张狂，我是你家如来佛祖的亲娘舅，这是有证据可考的。后来就说金翅大鹏鸟转世投胎成岳飞了，这当然中国人演绎了。就说这卵二姐咱不知道她是孔雀还是大鹏，但肯定也不是一般人，所以有人就猜呀，说那还用说吗？猪八戒跟他结婚了，这孔雀大鹏跟如来佛有亲戚呢，所以猪八戒就有机会西天取经，走后门进去了。你看有这么种说法，当然这个呢民间传说，大家在这瞎猜，不足为训。可是呢有一点咱们得说，猪八戒他能西天取经，他可不是随随便便的，我犯点错，我调戏嫦娥下来了，为了赎罪我再回去。他这西天取经过程当中充满着疑点。他为什么要西天取经？他跟那哥几个可不一样。为啥？那哥几个你白龙马呀，沙僧啊，孙悟空啊，都是观音菩萨度化的。观音菩萨在跟他们哥几个谈，你得保唐僧西天取经，说白了都有利益交换。你看啊，跟孙悟空是给压到五行山顶上，出不来了。这500年，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熟人一个都不来看，把一个猴都腻歪死了。所以这时候观音跟他说，你要是西天取经啊，你只要肯去，我就跟佛祖说一声，把你山顶上阿玛尼玛密夫这6字真言接你出来。对于一个猴来说，广阔天地，自由自在，多大吸引力。那我不救你，孙悟空气死，那我能给你取经？不干呢。他是利益交换。白龙马也是把这个家里头点把火，那夜明珠给烧了，他爸爸龙王气坏了，这算镇宅之宝，你毁坏这种好东西，报到玉帝那，玉帝就说把白龙马处死，要杀他。这时候观音求情，让他跟唐僧西天取经赎罪，所以这等于救命之恩，这也是利益交换。沙僧也如此，沙僧是卷帘大将，失手打碎琉璃盏，所以玉皇大帝来气呢，不仅把他贬下界呢，每隔7天受一次叫飞剑穿身之苦，100多把宝剑嗖从胸口再穿进去，你得遭这罪。这时候观音菩萨跟他谈了，你要保取经人西天取经，我让你官复原职，接着当卷帘大将，可能比这混的还好呢，然后免你每7天受飞剑穿胸之苦。你想想，沙僧一琢磨，太好了，马上我取经人什么时候来呀？我什么？所以沙僧呢也是自己的利益诉求，我可以免飞剑穿胸，我还可能官复原职。所以你看，沙僧、白龙马、孙悟空都是跟观音菩萨讨价还价才保唐僧，唯独猪八戒，这个《西游记》原著这疑点就在这儿。这猪八戒照理说得跟这个观音也得谈价吗？没有，这个过程特别简单。观世音说，你猪刚鬣在这吃人，你本来在天上你调戏嫦娥下来的，
你就带着罪，没能吃人呢。猪八戒不屑一顾，哎，菩萨你可行了吧？我不吃人，我早饿死了，我还能管了那么多？接着观世音跟他说句话，你跟着西天取经，自有你的好果子。就这一句话，猪八戒乖乖就不吃人了，就对这个五荤三宴都戒上了。说什么叫五荤三宴？五荤这佛教戒的有大五荤小五荤，就大致是葱啊蒜啊这类的不能吃。三宴是什么？老道戒的3种肉，比较常说的民间说鸽子肉牛肉狗肉不能吃。五荤三宴都戒了，加一起多少？8戒。猪八戒8戒就这么来的吗？就是说观世音菩萨用一个空头支票，说两句官话套话假话空话，就把猪八戒给糊弄了。猪八戒俯首帖我取经我取经，这也太不合理了。人家那哥仨多大的利益交换呢，怎么到猪八戒这二话不说就乖乖跟着取经了？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前面说了，说这个西游记啊，就是合谋下的一盘很大的棋。这个猪八戒就是玉皇大帝是有意识让他下凡在这等着，说他不调戏嫦娥被贬下界吗？哎，咱们看调戏嫦娥这段，电视剧里怎么说的呢？王母娘娘请大伙吃饭，哎，让嫦娥伴舞跳舞。那时候猪八戒天蓬元帅在这喝酒，喝就喝多了，再一看嫦娥，哎呦，长得这个漂亮，动了色心了。酒席宴散了以后，猪八戒跑广寒宫去了，找嫦娥，要调戏嫦娥。嫦娥不干，你看电视剧里有个经典嘛，他往前一扑，嫦娥袖子一甩，不愿意了。然后嫦娥跑到玉皇大帝那告状，玉皇大帝一听什么玩意儿，急了，把他贬下界，就把猪八戒弄下去。那么原著里是不是这么写的呢？不是，天蓬元帅喝多了，就跑到广寒宫去了，要见嫦娥。嫦娥出来了，猪八戒一看就动色心了，而嫦娥就回去了，没理他。然后猪八戒气得在门口就直叫唤，结果叫的地动山摇的，被天上的纠察灵官知道了。纠察灵官干嘛呢？就等于我们司法局局长。猪八戒啊，天蓬元帅犯天条，就这么的汇报给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一看，先说的什么斩立决，直接就杀头。后来太白金星又求情，假模假样的，我们在这个古典小说里常看到，把他推出去斩了。其实这会儿有空，刀斧手往下拖的挺慢，这人喊：“哎呀，饶命啊，留我一条命啊！”这时候哗啦跪倒一片，大王饶了他吧！啊，若不是众为爱情求情啊，回来，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痛打多少？这都臭了大街了，这情节也是太白金星一求情。其实是什么？玉皇大帝就不想杀他，回来，这么着吧，给你贬下界吧，转世投胎去吧。这干嘛呢？我们一对比就发现这里头有破绽。电视剧里头那是想把这情节编圆了，没编好。大宴群臣喝多了，看着嫦娥跳舞起了色心了，到广寒宫调戏嫦娥去了。可是原著里头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跑广寒宫去了。那一个在南天门呢，一个在月亮里头，他怎么就过去了呢？不知道，就去了。最可笑的是呢，调戏没成功，人嫦娥进去了没理他，他在这喊上了。但大伙琢磨着，流氓要调戏美女，这美女没喊，流氓喊上了，这合理吗？而且喊地动山摇的，满世界都能听见。这纠察灵官听着报给玉皇大帝。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推理成这是玉皇大帝跟猪八戒做个扣。这就好像咱们说潜伏特务，怎么潜伏呢？你总得在这头犯点事儿，你才有理由跑那边投降潜伏去。周瑜打黄盖才能砍责腋下诈降书，假装投降曹操。猪八戒调戏嫦娥就是理由。说玉皇大帝费这么大劲跟猪八戒唱着双簧要干嘛？针对孙悟空。玉皇大帝想把孙悟空弄死，让猪八戒下界当这个潜伏杀手，到取经队伍里。有人说这你都从哪儿琢磨来的呢？
咱们前2集节目说了，这玉皇大帝跟如来佛祖密谋，培养了孙悟空，给我弄蟠桃会，帮我把这弄稀里哗啦的，我好精简机构。玉皇大帝用他就用到这儿，可没想到孙悟空接下来这通道，把玉皇大帝弄桌子底去了。快请如来佛祖，多丢人啊！这是说恨之入骨，那跟如来佛祖一商量，把他收拾就完了。不行，这时候如来佛祖来了，把孙悟空收拾了，在玉皇大帝面前那牛的都不得了了，而且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底下。这孙悟空可是如来佛的人，定好了500年以后给你转正，你去取经去。所以已经如来佛祖要用他了，玉皇大帝就不能明目张胆的收拾孙悟空，那就得采用派杀手的方式。派谁呢？跟猪八戒商量好，你下去把这猴子给弄死。说还有什么证据？有，《西游记》里最牛的兵器是啥？是猪八戒的耙子。不对，金箍棒嘛，重13500斤，大禹时期定海神针。如意金箍棒是牛，可是他跟这九齿钉耙比不了。一个呢，从材料上来讲，如意金箍棒呢是上古精铁打造，谁造的呢？大禹治水时候吗？大禹是人。九齿钉耙谁造的呢？《西游记》原著写了，太上老君造的，用的是北海神冰铁。什么叫神冰铁？就是在冰底下埋多少年的铁弄出来，而且用这个铁呢，人间没有。打造的时候呢，不光太上老君动手，还得5方5帝6丁6甲众神之相助。所以这个耙从来历来讲，远远比金箍棒来历要大，而且材料比金箍棒要好。而且从出身来讲，定海神针是干嘛的？它是个测量仪器。说白了，就大禹治水说把这棒子往水底一插，测水深，它不能长能短吗？通过这个就测出水深来了。测量仪器能打仗，人不像九齿钉耙打造出来就是要打仗用的。所以你从全方位一比较，这九齿钉耙比这如意金箍棒各方面来路要正。这如意金箍棒，你为什么孙悟空把它拿走了？东海龙王开始没怎么心疼呢？因为那东西死沉的，一堆废铜烂铁，你拿走，没拿这当回事。所以九齿钉耙就是当初锻造用来杀人的。杀谁呢？这书里头有段附赞，说这九齿钉耙呀，叫任你铜头铁脑一身钢，耙到魂销神气泄。就是你呀，铜头铁脑一身都是钢，耙来了我也能动你，要把你弄死。西游记里谁是铜头铁脑一身钢？就孙悟空一个人，太上老君金丹炉里炼出来的，就他一个人。所以这个耙子一开始就针对他来，而且这个耙子珍贵还有旁证。有一段西游记有个妖怪，把这个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仨人兵器都给偷走了，开个庆功宴，叫什么呢？叫钉耙宴。如果要不是这耙子最好，还是庆功宴，就得叫如意金箍棒宴，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耙子是用来对付孙悟空的。可是《西游记》里头呢写了这段，孙悟空能耐太大，如来佛祖化成菩提老祖教他这些能耐吗？跟猪八戒一打，猪八戒一耙子下去，你不铜头铁脑一身钢吗？孙悟空没怎么地儿。猪八戒看坏了，这说明太上老君这能耐也动不了他。猪八戒多聪明啊，马上拉倒吧，打不过你我归顺你得了，借这机会，反正你是替取经人收我的，是就这么的乖乖的跟着取经了。可是你看一开始他那么听孙悟空的，西天取经路上猪八戒干的什么事儿吗？只要有机会他往死了整孙悟空。这时候猪八戒就发挥了卧底的作用，诚心想把孙悟空弄死。所以这是玉皇大帝要借助猪八戒完成。有人说，你说这么热闹，《西游记》后来怎么还是一个挺大团圆结局呢？哎，这就是猪八戒呀，隐藏的太深了，他的演技太好了，潜伏了那么长时间呢，谁也没发现他。我们看这个潜伏的结果啊，一种是成功了，最后回到自己队伍；再一种失败了，让敌人给弄死了；还有一种呢，也谈不上成功，也谈不上失败。我也没做什么太大功劳，但我也没暴露。
结果在敌人堆里时间待长了呀，忘了自个儿啥身份了，跟敌人混一块儿去了，而自己那会儿又联系不上了，拉倒吧，我就算他们的人得了，混吃混喝得了。猪八戒就是他本身就有点这个好吃，就喜欢这个。一看呢，西天取经到最后呢，给他个净坛使者。净坛使者是啥呀？供果啊，吃喝什么的。净坛使者，净坛使者就把这些我都弄干净了，干啥他都给吃了。净坛使者就这个意思。猪八戒一看我能混吃混喝呢，日子过得悠哉悠哉，我管那个了，什么玉皇大帝？说他不怕玉皇大帝，他怕啥？如来佛祖比玉皇大帝厉害多了，我找着新靠山了，新老板了，我还在乎他吗？所以这好日子得了，此间乐不思蜀也，乐不思蜀，他就把那全扔一边去。所以最后咱说呢，猪八戒带着很大的一个秘密来到取经队伍里，想完成当杀手这个任务，但是他一看完成不了，索性啊，我直接见风使舵吧。搁现在话说，这就算是双面间谍。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玉皇大帝是个倒霉蛋了，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呢，在分析《西游记》的人物啊和我们现在影视剧人物之间的关系。如果我要说《西游记》里边诸多人物谁最可爱呢？恐怕10人得有7、8个人说是猪八戒。也确实，你看有歌专门写猪八戒的，我记得叫八戒八戒，长相可爱，肥头大耳，心肠不坏。他这个形象跟什么类似呢？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喜剧里头的这个小人物。所以有那么句话说的很对嘛，悲剧呢是强者的故事，喜剧是弱者的故事。所以正因为喜剧里都是小人物，可能和我们生活当中普通人非常接近，所以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对喜剧的需求量特别大。那么说像猪八戒这样喜剧里的主角，典型的小人物，他有什么特征呢？无论是你看哪个以这小人物为主角的喜剧，他这个主角都有这么4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尽管一身毛病，但自我感觉良好。如果他就认了我就是个小人物，我浑身都是毛病，那他就不是喜剧人物了，他就变成个悲剧了。第二个呢，总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为啥呢？这穷人梦想着成为百万富翁，长得丑的都不行了，梦想着得到美女的青睐，正是这种反差才能创造强烈的喜剧效果。所以往往喜剧的主角小人物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第三个呢，他一定得有一个几乎完美的对手跟他比着，来映衬他的缺点呢，他的丑陋啊，他的无能啊，他的可笑，一定有这么个对手。最后一个呢，关键时候他得站在正义的一面，得带来正能量。我们说三观正确，否则这个小人物三观不正确，他就变成个恶人了。变成恶人，大家就恨他了，这种喜感就没了，跟他亲近不起来了，这不是喜剧。所以这4个条件咱们可以分析分析喜剧人物跟猪八戒是不是一回事。你看头一个，咱们说一身毛病还自我感觉良好，这样的喜剧人物遍地都是。你看咱们大伙儿记不记得这个春晚上曾经有个小品叫主角与配角，大伙儿可能都记着朱时茂、陈佩斯他俩演的。陈佩斯这里呢就是习惯演个反面人物，可是他呢不认为自己是这形象各方面受限制，他反而觉得呀，谁演这个主角得看穿什么衣服。这个时候喜剧效果出来了，就大家一看你就不行，你看你还这样，大家才感觉到他可笑，才觉得有意思。那猪八戒是不是这样呢？非常典型。他这个毛病从哪儿来呢？咱都说在天上天蓬元帅呀，喝醉了酒调戏嫦娥，玉皇大帝一看你呀不行，犯了过错了，得让你转世投胎，错投猪胎。到下界之后呢，他也想过两天好日子，正赶上高老庄啊这个招女婿，他就去了。可一想自己长这样没人样啊，野猪的模样啊，幸亏他会变化，孙悟空72变，猪八戒会36变，摇身一变呢，变成个高大的壮汉，登门应聘去了。
到那儿去了呢，挺能干活，力气大呀。这个高老太爷一看也行，跟高小姐结婚这天，他一高兴，喝多了。这一喝多，现原形是猪形，这把高老太爷可给吓坏了。这自此之后啊，这猪八戒3天2头就来，我成你女婿了。我今天要跟高小姐洞房花烛，明天我们要圆房，把高老太爷一家搅得鸡犬不宁。正这时候呢，唐僧跟孙悟空路过高老庄，赶这个机会把猪八戒给收了。走的时候呢，这高老太爷呢弄了一桌酒席，其实他目的很明确，一方面呢感谢唐僧师徒，为啥？你们可下把这惹事的给我弄走。第二个也是呢，高高兴兴的送瘟神，总算把这瘟神给请走了。猪八戒自己不觉着，他还以为这个高家对他挺留恋的。哎呀，老丈人了，我这去当和尚了，没办法了，你跟咱家大舅二舅大姨二姨说一声，让他别挑理，再跟高小姐说好生等着我，我还得回来呢。西游记里头小说里没写高老太爷啥反应，电视剧里可是描写的淋漓尽致。这高老太爷2口一听，我的妈，还要回来，差点没吓昏过去。就猪八戒还以为呢自己在人家感觉不错呢，还人家上门女婿顶梁柱一般，所以他这是呢一身的毛病，自我感觉还很好，总觉得自己还不错，高小姐应该惦记着。所以后来在取经路上，猪八戒一见到女施主就色迷迷，他以为人家可能看上他呢，他不觉得自个儿丑。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一身毛病，自我感觉良好。第二个特点呢，这个喜剧主角都有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这猪八戒呢在这里边呢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最典型的不切实际的梦想是什么？他还梦想着娶媳妇儿。所以咱不有那么句话说猪八戒娶媳妇儿净琢磨美事吗？就这个道理。他本来是作为和尚7天取经，这4戒这其中1戒不能再沾这个。可是你看他不管走哪儿见着女的都垂涎3尺，琢磨你要相中我呀，说我就这个跟你回去，你嫁给我。咱们前面说过，骊山老母领着观音文殊普贤4圣试禅心，结果猪八戒又要收丈母娘，又要收3个女儿的，最后出了把丑给吊树上去了。他不吸取这个教训，因为他在骨子里头，他对取经啊是一个在这个团队里理想最差的一个。因为什么？沙和尚呢在流沙河呀，每日万箭穿心，他不想遭这罪。唐僧不用说了，10辈子转世金蝉长老，就为了能修成佛。孙悟空呢是完成一种使命感，五行山压了他500年，他必须得做好这个事情。白龙马呢犯了大错了，指着这个能够再回到位列仙班那个序列里面去。只有猪八戒呢对回不回去啊，他这个梦想不是太强烈，他想的是小日子，就我一天饭能吃饱，使劲吃，有酒喝，旁边还有个娘子，这就够了。所以高老庄在一定程度来讲，他感觉比当那个天蓬元帅还好呢。所以他是取经意志最不坚决的一个。所以他一道上总有这梦想，脱离取经这范畴，我或者回去，或者在哪儿找个漂亮老婆再成家，过好日子。所以你看，每当一有大事的时候，说这咱取经持续不下去了，他底下他不敢跟孙悟空说，也不敢跟唐僧说，跟沙和尚嘀咕。他回去琢磨，他还是想回去有媳妇儿过这种好日子。所以说猪八戒在这里边呢是经常有不切合实际梦想的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个不切合实际梦想啊，可不是都实现不了。因为喜剧里头这个主角呢，他给大家带来的可笑的地方啥？这梦想离他遥远，他实现不了。但是如果完全实现不了，到最后大家看着就没意思了。所以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改变。要么是他这梦想真就天上掉馅饼实现了，要不就是呢另类的实现梦想，要不就是虽然没实现梦想，但是有补偿。你比方说咱们很熟悉前不久那部电影《夏洛特烦恼》里边沈腾演的夏洛，那就是典型的喜剧小人物，很虚荣，不切实际。结果呢他在做梦里头呢想自己这梦想，最后成了歌星了。等最后他梦醒了，
这是我们说喜剧人物嘛，你最后这梦也得醒，你达到不了。可是梦醒之后，他在梦里他意识到，多漂亮的女人不如糟糠之妻马冬梅，还是自己这个糟糠之妻对自己好，对自己是真的。其实这是什么？是对梦想的一种另类补偿，这等于他部分的实现了梦想。你像猪八戒也是典型的，猪八戒的梦想刚才我说了，有媳妇儿随便吃，最后呢他被封为净坛使者，西天取经成功了。净坛使者是干嘛的呢？坛指的是法台，就说你这边供着几个菩萨几个什么的，给你往上摆点吃吃喝喝瓜果梨桃啊，供着，这为坛。净坛使者是啥呢？有那么句话叫上供人吃，咱们这个把东西给神佛上供了之后呢，象征性那么一下拿下来，不管是饺子呀还是什么呀，瓜果梨桃，最后还得人吃。净坛使者啥意思？把这坛划了净，说白了什么呢？人间供奉神佛的这些贡品都归你猪八戒，想怎么吃怎么吃。所以猪八戒两大梦想嘛，有个漂亮媳妇儿往死了吃，哎，后一个梦想实现了。所以这个净坛使者是部分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所以咱看完之后一琢磨，猪八戒哎，他不过最后还挺好，还算把自己梦想实现了一半。第三个呢，这喜剧主角啊，必有一个近乎完美的对手和他比照着，来映衬他的懦弱，他的无能啊，他的可笑。那么几乎每一部这个喜剧作品里边都会有这么人跟他对仗。你像这个刚才我说夏洛特烦恼，这夏洛呢在高中的时候喜欢班花秋雅，那么谁跟他竞争呢？他碰到一个强有力对手叫袁华，就一出场就真情像草，就那位主啊，袁华区长的儿子，官二代，长得那肯定比夏洛好看啊，挺英俊，而且学习成绩特别好。所以遇到这么强大的对手，但是你看最终结局是什么？在梦里他打败了袁华，当然不是完全打败，他虽然娶到班花秋雅了，那他是靠着能预测未来的能力，因为他穿越回来的嘛，胜之不武。而且最后当他一检查有艾滋病的时候，你看那秋雅说我也检查，袁华说我也检查吧，说明人俩还有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呢？有一个强大对手映衬出夏洛的荒唐，然后再通过打败强大的对手呢，来给大家带来一线希望和幻想。因为我们看这剧的人多数都是小人物，你不能让小人物最后始终输给这光彩照人的对手嘛。那么《西游记》里头也实现了这个微妙的平衡。猪八戒一个完美的对手谁呢？孙猴、孙悟空。你跟孙悟空比，你说他的能耐各方面得差多远？所以他俩在这里边总斗来斗去，多数时候呢，猪八戒斗不过孙悟空。为什么？孙悟空能耐比他大，而且孙悟空总想找个机会捉弄猪八戒。你比方说，咱们看过有一集叫《除妖乌鸡国》，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唐僧做了噩梦，说有人呢浑身都是水，湿淋淋的，穿着这个黄袍，戴着皇冠，过来跟唐僧说：“我呀，惨呐！我是乌鸡国国王，你见的乌鸡国国王啊，是个老道，一个妖道，他把我害死了，扔井里头了。我才过，你得救我。”唐僧醒了就说：“哎呀，他说的就是咱们前面那口井。”问孙悟空这事怎么办？孙悟空眼珠一转了，这托梦是准的，说明真乌鸡国国王的尸体在这井里头呢，得把他背上来呀。这玩意儿背死尸啊，晦气还力气活，谁干的？孙悟空说：“嘿嘿，猪八戒干。除了好色，还有个贪财。”甚至他见到那个妖怪有个犀牛精，猪八戒说：“啊，这犀牛角挺值钱啊！”就这么一主。一听说有宝贝，猪八戒下去了，这算上了道，最后把这死尸给背上来了。背上他知道上当了，猪八戒也有反过来整孙悟空的招，就跟这个唐僧说：“师傅啊，这国王要是活着，咱能问出来啥？他死了有啥办法啊？你怎么能让他活呢？”哎，我猴哥啊有本事。所以你看猪八戒为什么我说从终极角度来讲他不输给孙悟空呢？
他们俩争夺的稀缺资源是什么呢？夏洛和袁华争夺的是秋雅，唐僧就是猪八戒和孙悟空之间那个秋雅，都是徒弟，都想让师傅喜欢自己多一点。但实际上猪八戒甜嘴甜言蜜语的，唐僧更喜欢猪八戒。你就看孙悟空挑唆唐僧派猪八戒下井底头背尸体的时候，孙悟空说的什么？哎呀，这个活啊，猪八戒水性好，原来天蓬元帅嘛，背尸体这活他最适合干。但是师傅，我知道你偏心，你喜欢八戒，你舍不得这。你听听这话醋味得多重。就孙悟空都知道唐僧平常是喜欢猪八戒的，醋味很大。所以最后你在《西游记》里你看呢，猪八戒是不怎么吃亏的，往往有大事唐僧先收拾孙悟空。所以在这个终极 PK 当中，猪八戒凭借自己的小聪明啊，在取经团队里获得了一个微妙的这种平衡。虽然大师兄能耐比他大，但占不着他多少便宜。所以我说，这是要有一个完美的对手，形成戏剧冲突才有意思。最后以弱胜强，反转剧情，大家才爱看。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喜剧主角啊，他三观得正，就是他无论多可笑做了多少不切实际的事儿有一些多么多的这个让我们感到讨厌的缺点都不关键，关键是到了要紧的时刻，他得是个正能量的象征。如果到最后这个人负能量，那么我们对他的同情完全不存在了，对他的嘲笑就变成了真真正正的嘲笑，这个不是喜剧要带给我们的东西。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猪八戒在关键时刻他不掉链子呢？三打白骨精前面咱们讲过这个，他平常的时候撺掇唐僧把这孙悟空撵走，等真把孙悟空撵走了，碰上妖怪了，三打白骨精后碰上黄袍怪了，能耐大得很，沙僧八戒不是他对手，白龙马上去差点没给打瘸了。那好，猪八戒一看这时候也只有自己去请猴哥回来，好说歹说软磨硬泡给弄回来，因为他知道取经离不开孙悟空，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候他是不糊涂的，不掉链子的。所以我们看无数的喜剧小人物，他可能可恨可笑可怜，但是到关键时候他真能挺直腰杆当个爷们儿。所以往往这类剧我们看到最后呢，会对这个小人物生出无限的同情，并且愿意在心里接受他。那么这一点对于喜剧创作呢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我们看好多喜剧作品里头涉及到最后民族大义，比方说人生关键的道德考量的时候，往往喜剧小人物虽然前面很讨厌，但这时候都能经得住考验。为什么？你只有这么创作，大家对这个喜剧人物的理解才会愿意以接地气的方式认同他，否则的话这就完全扭转了，前面的嘲笑就变成真的了。我们从来嘲笑弱者都不是真正的嘲笑，而是暂时的嘲笑，是为了映衬最后弱者做出的那些让我们想不到的举动，或者说在人生的正能量上他做出的这种贡献和把握。所以在猪八戒身上呢，我们从他开始到最后，你看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自我感觉良好，关键时候还不糊涂，还能够和完美的对手抗衡。所以正是这结果弄到一块儿，我们会觉得猪八戒有福气，我们会喜欢的。非常重要一点呢，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论能的，我们很少有人能到孙悟空的程度，大多数都停留在猪八戒这个状态。我们不可能做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人物，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呢很可能就是生活当中被别人笑话那个小人物。那么我们在看喜剧的时候哈哈一笑的同时，也会有这种代入感。如果和我们一样的小人物获得了人生的成功，获得了梦想的补偿，那么你也会更加由衷的看这些接地气的喜剧。所以喜剧主角一定要像猪八戒这样，这可能是喜剧创作一个长久以来不会被更替的这么一个规律。所以为什么说《西游记》流传到今天这么些年几百年还有人愿意看呢？是因为他的角色设置就非常符合我们对人物的一种理想化的认同。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